大家好，我是不点。我现在想跟大家聊聊我之前在那个海南自驾游，大概1个多月，7个礼拜左右吧，一些干货跟心得，想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那我为什么延迟了1个多月，将近对，差不多1个多月之后我才发布这个视频？主要是我想等到一些观众，留言吧，就看大家共同的问题想咨询的是什么，所以我想一口气再把它累积起来之后，在这一集把它说出来。台湾驾照可以在内地驾驶吗？不能够使用台湾驾照直接在内地驾驶，必须考国内的换成国内驾照，然后基本上就是做体检，做完体检之后翻译件，翻译成简体字，翻译简体字之后再做什么？拍照，拍完照，然后再去考场去报名考科目二，科目二过了之后就隔天就直接取驾照。国际驾照内地可以使用吗？国际驾照是用不了的，在内地，所以这要特别注意。台湾人在内地可以租车吗？基本上你有了内地驾照之后，一定内地驾照不是国际驾照，你可以租车，你只要带上信用卡 Visa Card、Mastercard 带上的话，基本上都可以租车。但不是每一家都可以租，所以你可能要多问几家。那我最经常遇到的就是，比如说在大陆的一些朋友是外籍的话，他们通常是这样子，是可能他们有驾照，有内地驾照，然后通常就是可以其他内地的朋友担保之类的，或是有内地亲人的话，他们可以做担保，那这样就可以租。然后我有可能租，我相信在海南是租得到车啦，但是可能不会是第一家你就成功就对了，你可能多问个2家3家，应该是租得到车的，只要你有内地驾照，带上信用卡跟 Mastercard 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那如果你在内地如果有银联的话，就是内地银行户口，有些有申请内地信用卡的话，那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就可以租车。台湾人去海南自驾游怎么玩？说回刚刚那个租车好不好？其实如果你只是短期来海南玩的话，期限很短的情况下，我根本就不建议租车。原因是为什么？因为如果你期限很短，可能只来玩个7天啊、10天的那种的话，你可能只有足够的时间在三亚转一转，或者三亚的周边转一转。那三亚其实说大不大，而且很多地方停车收费也蛮堵的。其实就以现在疫情期间，我发现到游客还不少，所以三亚城市里面在 peak hour 还是会堵车的。所以我个人建议是，如果你只是短期来海南玩或三亚玩的话，不要租车了，就坐当地的那个有点像 Uber 那种叫网约车。对对对，就是申请下载一个网约车的软件，就直接搭网约车就好，或者直接很多那个导航软件上它都可以叫车服务，其实不太需要在三亚租车。到了海南怎么玩？如果时间很有限的情况下，往南边走就是三亚，就是顾名思义就是三亚，海南的三亚那边东西最集中嘛，海龙湾啊，后海湾啊，那些该去的地方都去一去，然后那个叫做槟榔谷，槟榔谷那个地方我去了嘛，我有拍摄一集。那槟榔谷的话，除非你带上小朋友，那有小朋友就可以带去那边转一转，那是挺有意思的。你没有带上小朋友的话，那我建议几个大男人去，那槟榔谷就可以跳过了。你有兴趣也可以去看一下。那如果你的期限放得更长，比如说超过7天、10天以上的话，那除了去三亚转之外，我还建议你去海南的东岸，东边那一边海岸线，有那个边界岛，那个你可以值得去转一下。然后除了边境岛周边还有很多沙滩，那些沙滩的话，我也是个人建议是，如果时间够的话，可以往那个方向去。那内陆的话，海南内陆玩的东西比较少了，因为我相信住在海南看到这影片，可能就会又有别的说法。可是就以我一个外来人来讲的话，我搜索了8-9成的地图介绍，基本上玩的东西都是在海岸线上稍微偏多一点。然后那个内陆那个叫做那个白沙陨石坑的那个，就我不建议去，因为那个第一个景区并没有完全开发出来，第二个是你看不到任何东西，因为植被长得太茂盛，你看不出那个陨石坑。不过好奇的也可以去看一下白沙陨石坑那一集。然后再来就是那个西边的那个叫海花岛，
海花岛的话，如果你真的要去，是我建议你去完了三亚跟东边之后，把它放到第三个选项，就再去海花岛。因为海花岛也是一样，它现在可能不管是疫情期间还是怎么样，它里面绝大多数的设施都并没有开放，游乐园也没开放那样子。那如果你去的话，唯一就是看看海滩啊，看看建筑物啊那样子。然后商店街基本上超过有一半以上也没有开放。那我的建议是，如果你真的要去的话，以晚上就是去看晚上的灯光，就是如果你晚上再错过它的灯光秀的话，那我就真的觉得很可惜啊，就去海花岛就没有太大意义了。然后那个海花岛那个旁边周围并没有太多景点，它还有一个是那个什么千年的盐池，就是炼盐巴那些地方，我也有拍摄，但是那个地方估计我去的时候基本上白天是锁起来的，不让游客进去，你只能在周围看一下。然后毕竟锁起来了嘛，那你再去的话意义就不大了，你在旁边吃一点小吃而已。所以在西边的话，玩的东西真的是海南的西边玩的东西就真的是缺乏挺多的，感觉跟南边跟东边的发展就比较没有太可以比较的。海南岛的交通如何？海南的交通哦还可以，基本上只要不要在 rush hour 在那个三亚啊、你知道海口啊市中心里面开的话，都不太堵的，都很通畅，而且没有过路费。但是如果你开柴油车的话，有另外一个柴油的那个环保费要交。我的车的话，大概是因为我车比较重嘛，所以它算是2倍的价钱。我的车大概是一个月450块左右吧，不到500块。然后也可以算天付的，然后这个费用一定要交，因为你不交的话，好像会有相当的罚款。而且你在如果你是开车过去的话，那你上船下船回程上船，你离开海南岛要上船的之前，它会有个地方要收取这个费用。海南的消费贵不贵？取决于你从什么地方来吧。那我个人觉得是还可以接受啦，还是可以的。三亚肯定是贵的地方，但是你基本上如果你想省些钱的话，你只要远离海岸线，往内陆走个几公里，基本上物价就往下掉了。然后酒店方面的话是这样子的，绝大多数你要记得，因为港澳台好像有很多有限制，就是说一定要能涉外才能接待的酒店。那我有看到在三亚，然后能够接港澳台的酒店大概在300-500块一天，然后贵的话那当然从3000、5000、7000破万的都有。有没有什么建议你想提供的？我觉得应该是就是像我如果要我选的话，顺序是在时间有限的话，三亚第一，先往南边把南边先玩完，再走东边，东边玩完了再去西边，然后海口我可能会放到最后。我不是说海口不好，我觉得海口是比较偏向于可能城市发展经济、海南经济那一块，就是说它周边能玩的东西，相对来讲的话比较少。它还是有工人，也是有海岸线，但是你可以感觉到，因为南北气温还是有差嘛，就是南边的水稍微还是比北边的舒服一些，然后也不知道是我自己错觉还是怎么样，我觉得南边的沙子也是比北边细一些。就是怎么说嘞？我在海口能找到玩的不多，就有那个炮塔，我不是拍的那几炮塔，还有那个火山口。那火山口的话也，那个地质工人也不是说特别大，大概半天时间就可以玩完了。数位支付一定要申请吗？那支付系统的话一样嘛，但是大家都是这边基本上全大陆都在已经早已普遍流行支付宝跟微信了，所以来之前的话，最好是把微信申请下来，然后认证一下，绑定一下银行卡那样子，然后现金肯定是有人还会收的啦，但是你要人家找钱的话，可能就会比较麻烦，所以你带的刚刚好，对不对？那收现金也就不会是问题了。那看咯，如果你执意要用现金的话，海南有乱收费的情况吗？没有乱收费的情况。像我在那边的时候，基本上说，多数海岸线停车场的确是收费的。那也有很多其他
海岸线就是比较游客比较少的地方吧，像是在东边，海南东边的海岸线有很多地方是不收费的停车位，然后停靠的话，基本上我看很多人在那边停靠都没有任何收费的行为。海南房车营地贵吗？有呢，我有遇到一个营地，他房车停的话一天要158，所以我当然没有进去了，因为我只是离开他旁边，大概再开个几公里就免费了。那大家可以去看我那个亚龙湾那一集，我那边影片里面有写，也有停车的那个地方，那我停车的那个地方有很多房车都停在那边，都是免费的。海南坐渡轮有要注意的吗？坐渡轮没有什么特别的，就基本上就是过去，然后车子检查一下，买张票就上船了。然后回程的时候基本上也是一样，大概检查一下。如果是租房车或是酒店，你会选择哪一个？如果你有条件租得到房车的话，然后你玩的期限又没有那么紧张的话，就是比较宽松一点的话，可以玩个几周的话，那我个人建议还是开上房车吧。比起酒店来讲的话，这是我个人的建议了。那每一个人不一样嘛，有些人就喜欢待酒店，感觉比较安全一点或什么的。这个怎么说嘞？其实我讲实话好不好？在大陆我感觉没有不安全的地方，你知道吧？就我觉得不要说海南了，什么新疆，我觉得其实并没有不安全的地方。因为我个人感觉是，你如果是去那边住酒店的话，你带的东西进进出出的，每天 check in check out 的，你知道吧？然后又要换不同酒店，然后我觉得也是一件挺麻烦的一件事情。你还不如就直接就开一辆房车，东西全部丢在后面，你走到哪去到哪那样子。而且能够免费停靠的地方很多的，就是不用怕没有地方可以停啊。最后，海南的海南鸡饭好吃吗？海南的那个猪脚饭特别好吃，大家去海南我建议试一下猪脚饭。对啊，所以最后的话我就再贴一张图吧，就是我对海南的建议吧，就是顺序的，就是整个海南岛的玩的顺序吧。